众所周知，印度国内正饱受疫情的困扰，但是印度政府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防疫工作上，而是绞尽脑汁地想在中印边境搞些事情，以此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缓解国内矛盾，从而减轻莫迪政府的压力。据印度国防时报报道称，印度军方正打算将130万陆军进行重组，建立全新的独立作战部队，以此来抵抗中国解放军在边境带来的军事威胁。同时，有消息人士透露称，经过重组后的印度陆军将重点部署中印边境，而且130万印军也已经进入了全面备战状态。由此可见，印度之前从班沟湖地区撤军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他们向边境增兵也足以说明了其狼子野心。然而在分析人士看来，印度此举只不过是在给自己找点心理安慰罢了，因为现代战争并不是主要依靠人员数量来决定战争走向的。印度虽然向边境大举增兵，但是无奈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以及士兵素养等方面与解放军相差甚远，因此印军就算是将100万大军重新编出花来，也不能弥补和解放军的差距。况且在130万印军备战之际，中国解放军的边防部队又再添一款巡逻利器，这就让中印边境两国的军事实力又拉开了距离。据央视军事报道称，由于在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会经常出现许多不便于观察的点位，所以这些戍边官兵会带上新式无人机来协助边防巡逻。据悉，这款新式无人机具有红外热成像功能，而且比以前的无人机具有更长的续航时间和更加稳定的信号传输。这些优势也让解放军边防部队能在荒山野岭中更快地锁定目标和发现危险。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军方只是一味地想通过军事部署来提高所谓的军事优势，但解放军则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来稳步提升军队的作战实力。其实除了新式无人机以外，强大的5G技术也为解放军在边境地区提供了便利，让边防士兵们可以实现与家人实时远程互动，这大大稳定了我军的军心，也让祖国人民对边关守防更加放心。最后，在加勒万冲突1周年的日子里，印度媒体也是对中印两国在这1年内的发展做了相关比较，他们非常郁闷，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5G技术方面，印度都会处于全面落后的状态。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奉劝印度政府还是将重心放在防控疫情上，停止在中印边境乱搞事情，否则他们将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6月中，美军派出2艘滨海战斗舰部署关岛，随时进入南海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而美军的航母已经离开东亚，前往印度洋辅助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现在南海已经没有美军航母这个大王，只有滨海战斗舰2只小猫充数。到2022年，美军在南海附近部署了8艘滨海战斗舰。美军第7舰队司令狂妄地称，美国几乎拥有南海。滨海战斗舰这种设计方向错误的战舰，有什么能力让美军舰队司令认为美国拥有南海？实际情况是，滨海战斗舰基本上连一艘022导弹艇都干不过。说起来搞笑，022导弹艇和滨海战斗舰同样是21世纪初研发并生产的。022导弹艇依旧是中国海军重要作战力量，而滨海战斗舰却已经开始强制退役了。中国在南海岛礁基地已经部署了022导弹艇，作为岛礁基地机动反舰作战核心力量。不要说滨海战斗舰这些二流军舰，哪怕是航母也会成为022导弹艇的攻击对象。央视军工科技报道称，022导弹艇速度比护卫舰快20节，就是约47节，比滨海战斗舰40节航速更快，拥有隐身设计，还有隐身涂料，比滨海战斗舰更加隐身。如果说滨海战斗舰雷达上显示是一条小渔船，那么022导弹艇在雷达上或许没显示。最恐怖的是022导弹艇能装8枚鹰击83反舰导弹，导弹舱还有很多空间容纳尺寸更多的反舰导弹，例如超音速的鹰击12，这导弹连航母都能杀。而滨海战斗舰只有几枚由地狱火反坦克导弹改型的反舰导弹，威力非常小，一枚导弹都没法打沉一艘022导弹艇。滨海战斗舰反舰火力不但弱鸡，而且使用成本接近主力伯克级驱逐舰。根据美国军方统计，滨海战斗舰1年使用费用约7000万美元，而伯克级驱逐舰1年要8000万美元。一艘没有防空、没有反舰、没有战斧导弹的2000吨小舰，使用成本达到攻防兼备主力驱逐舰的85%，这也太坑了。难怪美国国防部要退役4艘最早建造的滨海战斗舰。滨海战斗舰
舰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南海，只是出现次数太少了。最近一次是11个月以前，美军在南海搞事的通常是伯克级驱逐舰，舰艇够大，攻击力和威慑力够强。现在换成滨海战斗舰搞事，真的没啥威慑力。光是它舰上57毫米小压尖舰炮和伯克级上面127毫米舰炮毫无可比性。滨海战斗舰唯一优势就是速度快，转弯半径小，可以在中国岛礁领海线不断打擦边球。对付滨海战斗舰还是用022导弹艇靠谱，无论速度还是机动性，022稳压滨海战斗舰一头。何况这也不是第一次022和滨海战斗舰的斗法，早在2018年，滨海战斗舰首次部署在新加坡，曾经窜入南海，结局是美军换上伯克级进入南海了。看来滨海战斗舰在南海的活动被中国海军耍得很惨，不然美军怎么会换船呢？这次滨海战斗舰再次准备进入南海，下场估计不会好很多。它的动力系统不止一次出现问题，所以警告美军千万别把4台燃气轮机都开到爆机，不然变成死鱼更丢人。现在美军把伯克级驱逐舰换下场，换上弱机滨海战斗舰，其实是这2年多伯克级在南海和台湾海峡来回窜，现在把自己也折腾进船厂检修了。美军人手不够，只能用滨海战斗舰继续在南海刷存在感，实在无聊。英国的康沃尔郡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也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为疫情爆发后的G7峰会精心挑选的一个舞台。然而风景的秀丽也掩盖不了这场峰会的混乱景象。据英国有关媒体报道，在G7峰会上，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相继进行了会谈。马克龙和默克尔都向约翰逊表示，英国必须遵守2020年12月30日签订的脱欧协议中有关北爱尔兰的条款，不然欧盟不排除向英国发动贸易战的可能。众所周知，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那怎么会出现法德威胁，更为了英国的北爱尔兰向英国发动贸易战这种事儿呢？其实这个算得上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虽然北爱尔兰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的人民一直都想独立出来，为此弄了不少诸如爆炸之类的破坏活动，直到1998年，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下，两方才算是收手。而后英国为了顺利脱欧，竟然也答应了让北爱尔兰留在欧盟体系中。这也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却有2种税收制度，而欧盟的规定使得英国制造的香肠不能像隶属于欧盟体系的北爱尔兰，因此英国想毁约了，法德不同意，双方在峰会后唇枪舌战，先内讧了起来。继英国和法德起了争端之后，峰会上的另外2个国家日本和韩国也闹起了不愉快。据韩国有关媒体报道，本应举行的日韩首脑会谈被日本单方面取消。日本方面表示，日本对韩国在日本举行的军事演习很有意见，而这个军事演习在韩国国内也被称作独岛防御。独岛是韩国的叫法，日本那边称其为主岛。关于独岛的归属问题，也是日本和韩国地域争端中绕不过去的一个点。日韩每年都要为这个岛屿吵闹争执一番，时不时还要为此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外交冲突。和峰会后的内讧景象截然不同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在峰会前可是信心满满的高举团结大旗。拜登很自信可以通过这一场峰会联合盟友达成向中俄施压的结果，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场峰会，英国和欧盟关心的是香肠问题，日本和韩国关心的是独岛或主岛的问题，美国最关心的是如何限制中俄发展的问题，反倒变成了次要。所以说G7峰会出乎拜登意料。G7峰会成立伊始，峰会7国是世界7大工业国，这7个国家的 GDP 加起来约有全世界的2/3。到了2021年，这7国加起来的 GDP 总量却已不到全世界的2/5，G7已经逐渐走下神坛。拜登也需要面对美国曾经忠实的盟友现在变得很敷衍、很不团结的事实。毕竟他们现在处理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过来，更别提美国要求的事儿了。全球核武年度报告于近日对外公布，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针对包括英国、俄罗斯、法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全球9个国家所拥有的核武进行了评估。据估算，截至到2021年初，9个国家加起来共拥有13080枚核弹，相比去年13400枚核弹有所减少。在这些国家中，俄罗斯和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分别为6255枚和5550枚，占据全球核弹头总数量的90%。
从年度报告中得出，之所以核弹头的总数量较去年减少了，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各自拆除了本国退役的核弹，但全球可部署的核武储备较去年相比是有所增加的，由9380枚增至了9620枚。就在该报告公布后，美国空军的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展开了一场在线研讨会。其中身为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的蒂莫西·雷发现了一个现象：中国的战略组合发展速度比美国预期的要快得多。据他表示，在过去的6个月里，中国展现了自己强大的能力。简单点来说，该司令发现就是在过去的半年里，中国海陆空核力量发展非常迅速，这种速度一度超过了美国情报机构的预测。值得一提，除了美俄削减和更新核弹所带来的减少以外，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较去年相比，核弹头的数量都有所增加。一直以来，我国核弹头的数量都保持在刚刚够用的状态。毕竟在我国看来，一旦使用，那将是毁灭性的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我国视为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也自此让中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目前来说，不管是东海、黄海、南海还是台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加大了巡航力度不说，还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地盘上演习，中美之间的摩擦也由此变得越来越频繁。加上美军前不久为了落实此前提出的太平洋威慑计划，提前了一份715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提案，用来着重发展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美国在核武器上动作频繁，面对这种情况，就如我国《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所言，中国应该提升核弹头和东风41战略导弹的数量，中国必须要为摊牌做准备，确保未来爆发战争时，我国核力量能够让全美不寒而栗。现在我国核弹头数量有所提升，不仅意味着与美的差距在缩小，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在应对美国核威慑上有所准备。不难看出，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已经变了。如今的中国不再打算容忍美国的任何行为，美国内部也是时候该敲响丧钟了。中国从现在开始绝不做任何让步。近日，普京在接受美国 NBC 电视台采访时，就有关中俄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表态。在俄罗斯看来，中国对其并不威胁，反而是一个友好的国家。它不像美国那样将俄罗斯视为敌人。例如，在中国正在建造航母，中国海军目前拥有2艘航母，但俄罗斯只有1艘航母且没有服役这样的背景下，此次采访的美国记者基尔西蒙斯提出，俄罗斯对西方的北约集团抱怨太多，为什么从不抱怨中国在俄罗斯东部的军事化？这一问题，普京的回答令外界所有人感到意外。近些年来，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处在历史最高水平，无论是在经济、科技还是政治等领域上，两国都保持着高度的信任以及合作。不难看出，普京对中俄两国的关系是非常积极的。可在美国媒体的采访中公然展现出对中国的好感，这让此次采访的美国记者基尔西蒙斯感到很不满，以至于在采访期间接连打断普京的发言。对此，普京对该记者的行为直接发出了警告，不想听也要忍着。美国是没有言论自由吗？怎么总打断我说的话？在普京看来，就目前中国经济的购买力，中国经济早就超过了美国。至于美国记者所说的中国航母，普京反问该记者，俄罗斯为什么要担心中国航母？俄罗斯与中国陆地边界广阔，难不成中国航母会开到陆地上，并且越过俄罗斯的陆地边界？相反，普京反而觉得美国正在破坏中俄关系，而美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也均是在挑拨中俄关系。可见，普京非常清醒美国记者的目的，同时也没有因为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所释放的友好信号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值得一提，为了缓和美俄之间的关系，拜登早在上个月就呼吁希望能够跟普京会谈，时间就定在6月18号。在美俄领导人会晤前几日，普京叫板美国力挺中国，这无异于是在肯定中国作为俄罗斯全天候伙伴的战略重要作用。话说回来，中国还应该感谢这名美国记者用这种方式逼普京表明对中国的态度，让外界知道普京偏向中国。在此背景下，假设中国和俄罗斯双联手，必定能令中国在越发激烈的国际大国竞争中取得决定性的巨大优势。如此看来，拜登担心的事儿很可能要发生了。本希望通过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挑拨中俄关系，结果普京的这一番表态彻底让其恐慌，这意味着中俄关系将产生巨变，两国进一步拉近关系。中国人是等到中俄联手的这天，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噩耗。美国很可能在国内局势危机之际面临两线作战。